武契奇发出感叹：塞尔维亚不得不制裁俄罗斯，此举出于什么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由于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整个欧洲大陆上鹤立鸡群的存在。中塞两国的友好交往可以说由来已久，而且经历过战火的考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国家群殴塞尔维亚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轰炸，让中国人历历在目。由于该国与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因此有中国网友把塞尔维亚称为在欧洲的巴铁。俄罗斯是比中国更亲近的国家，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的主体人群都是斯拉夫人，他们同文同种同宗教。被肢解前的南斯拉夫与解体前的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俄罗斯与塞尔维亚都遭到了北约的战略打压，因此两国的关系应该是牢不可破的。然而在俄军陷入乌克兰战场，俄罗斯遭到美西方制裁的关键时刻，塞尔维亚却要反水了。该国总统武契奇表示，由于受到西方的压力，塞尔维亚可能将不得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塞方被迫这样做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虽然他仍然在拖延时间。之前武契奇曾对瓦格纳集团在塞尔维亚招募雇佣兵多次表态反对俄军入侵乌克兰，但是反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一回事，是否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又是一回事。西方国家正在盯着后面这一点，这才是塞尔维亚面临的真正考验。那么现在塞尔维亚为何要考虑制裁俄罗斯呢？用武契奇的话说，我们的工作是照顾塞尔维亚的利益。塞尔维亚如果要走欧洲道路，就必须与欧盟保持良好关系，而欧洲议会则把是否对俄制裁作为衡量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关键因素。可以这么理解，制裁俄罗斯就是塞尔维亚加入欧盟必须交的投名状。在北约轰炸南联盟之时，俄军对塞尔维亚的支持是非常珍贵的。俄罗斯多年来还一直向塞尔维亚提供打折的天然气，可以说这是二者友谊的体现。那么塞尔维亚现在改变态度，被迫制裁俄罗斯，真的是忘恩负义吗？还不能这么说，因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主要取决于是否符合本国的利益，而不是基于道义。首先，由于存在着科索沃闹分裂的问题，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与塞尔维亚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诉求严重违背。对于塞尔维亚来说，科索沃独立问题远比塞俄的关系更重要。塞尔维亚一旦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等于给了西方国家肢解塞尔维亚的借口。这是塞尔维亚不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和在乌东四周举行公投的主要原因。第二，塞尔维亚未来的发展前景是要加入欧盟，而不是与俄罗斯保持亲密关系。因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方向目前来看只有两种，一是坚持现有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但是基于塞尔维亚没有出海口，如果无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深度融合，就不可能有太好的前景。第二条出路就是加入欧盟，而加入欧盟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站在欧盟一边，这就决定了塞尔维亚只能制裁俄罗斯。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也是决定其国家发展方向的大事。第三，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帮助塞尔维亚的实力，这个呢又非常残酷。陷入俄乌冲突的俄罗斯军队需要钱，而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在财政上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不可能有多余的钱投给塞尔维亚。为了本国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现在塞尔维亚的民意已经变成了希望加入欧盟。俄乌冲突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俄罗斯实力下降所带来的冲击。塞尔维亚一旦制裁俄罗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都将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还有可能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接下来西方还会威逼利诱其他与俄罗斯比较亲近的国家。如果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打得不好，这样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塞尔维亚是中国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该国选择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关键时刻，对此我们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国家之间会不会忘恩负义，
主要取决于利益而不是道义。我们不能替塞尔维亚人表态，更不能因此而影响中塞友谊。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